很多人的印象里，一提起最致命、最可怕的动物，你可能会认为只有那些狮子、老虎或者豹子和毒蛇一类的动物才是最致命的。但事实上，自然界中的危险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得多，危险且致命的动物更是多得数不胜数。有些动物看似凶猛无比，但实际上对人类的威胁并不大；而有些动物看上去可能人畜无害，但它们的身上却隐藏着非常致命的武器。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那些比你想象中要危险的多的是种致命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淡水蜗牛。你可能很难相信，我们从小就见怪不怪的蜗牛，实际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它们一年之内最多能导致20万人死亡。淡水蜗牛是生活在淡水中的腹足类软体动物，它的种类多达上千种，遍布世界各地的各种栖息地，无论是湖泊、河流，甚至稻田和一些潮湿的泥土里，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这种生物看似无害，但它却是血吸虫的主要传播媒介。血吸虫是一种非常致命的寄生虫，它们会在淡水蜗牛的体内繁殖，人体一旦触碰到淡水蜗牛，就有可能被这些寄生虫穿透皮肤进入血液，从而感染血吸虫病。染上这种病的人肚子会鼓成一个大包，严重的就会导致死亡，非常危险。所以在野外遇到蜗牛，千万不要盲目的触碰，尤其是儿童。对了，再有就是淡水蜗牛跟我们平常吃的田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种，它们的外观虽然非常相似，但却不是一类动物，所以各位领导千万不要恐慌，田螺是田螺，蜗牛是蜗牛。第9个，海豹。海豹是一种外貌非常呆萌的水生物，它们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从大海到湖泊，从南极到北极，几乎都可以找到海豹的足迹。尤其是生活在南极水域的豹海豹，它是所有海豹里最凶猛的一种。从视频里看上去它可能并没有多大，但实际上这个家伙的体长足足有3米多长，几乎与一辆小型轿车的长度差不多。它的嘴里长有非常锋利的牙齿，杀伤力极强，性情非常凶猛且暴躁。一旦有活物出现在它面前，多数情况下它都会选择将其猎杀。2003年就曾有一位英国的科学家被这种豹海豹攻击致死，浑身上下共被咬了45处伤口，死相相当惨烈。在南极地区，它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除了虎鲸和人类，豹海豹几乎没有天敌。第8个，非洲水牛。水牛曾经是一种在中国南方农村最常见的一种家畜，从它的身上你可能很难看出有哪些危险可言。的确，我们饲养的家畜水牛确实对我们造不成什么伤害，它们的性情温和，一般并不会攻击人类。但如果你来到了非洲，看到这种水牛，那就一定要警惕了，因为眼前的这个家伙是比狮子还可怕的致命野兽——非洲野水牛。非洲野水牛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野生牛科动物，它的性情凶猛，攻击性极强，即便是草原之王狮子也要畏惧它3分。这种水牛的体长最长可达 3.4 米，体重可达1800斤。它们是群居动物，一群的数量最高可以达到上千头。它与狮子、大象、犀牛、豹子一样，被列为非洲5霸之一。这种牛的脾气非常暴躁，它头顶上那对尖锐的牛角就是它最致命的攻击性武器。一旦有其他动物或者人类接近它们，野牛群就会加速冲向入侵者，然后利用牛角进行贯穿，或者直接利用牛群的优势将入侵者踩踏致死。在非洲，这种生物每年伤人致死的数量比狮子还要多。毫不夸张地说，在野外遇到这种野水牛，实际上跟遇到野生的狮子和豹子一样危险。第7个，河马。河马是一种外形看上去憨憨傻傻的大型野兽，由于其外表憨态可掬，所以它们的形象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卡通人物或者动画片中。久而久之，人们对河马的印象，尤其是小孩子对河马的印象，更偏向于可爱呆萌的一侧。的确，河马的外表确实很有特点，但真实的河马实际上非常可怕。河马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大型半水生哺乳动物，它的体型非常巨大，体长最长可达5米，体重可达3吨。它虽然看上去笨重，但实际上非常灵活。河马的奔跑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30公里，它的脾气非常暴躁，领地意识很强。如果你不小心靠近它的领地，或者距离它的幼崽太近，那么就很有可能会遭到河马的袭击。河马的嘴里长有长达70多厘米的犬齿，它一口咬下去的力量最高可达3吨，这意味着它一口下去就可以直接将我们的身体拦腰斩断。在非洲，河马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任何其他大型动物都要多，几乎每年都有多达500多人死于河马的攻击，非常危险。第6个，箭毒蛙。
不知道各位领导喜不喜欢青蛙，反正我一看到青蛙这类动物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当然了，也有一些人看到青蛙就想抓。如果你身处南美洲，尤其是亚马逊雨林里，遇到这种五颜六色的小青蛙，请千万不要碰它。眼前的这只就是位列世界10大毒王之一的箭毒蛙。箭毒蛙主要都生活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里，它身上的颜色非常鲜艳多彩，有蓝色的，有绿色的，也有黄色和其他颜色的。这种青蛙的体型很小，一般只有1到6厘米左右，看上去人畜无害，实际上毒性极强。它的皮肤表层包裹着一层粘液，这些粘液里含有一种非常致命的生物碱毒素，这些毒素一旦接触到我们的伤口或者血液，就可以迅速破坏我们的神经系统，导致死亡。一只箭毒蛙身上所携带的毒素含量就足以杀死2万只老鼠，非常可怕。在野外遇到这种五颜六色的小青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千万不要触碰。第5个，大象。大象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多数人对大象的印象都是温和的、友好的，但这种温和友好的大象仅局限于被人类驯养的大象身上，真正生活在野外的大象其实是相当可怕的。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小村庄，经常会有野生大象袭击农户的事件发生。由于象群在迁徙的过程中，有时会经过一些农村，从而破坏农作物。这些农户为了降低损失，可能会冒险尝试驱赶大象，在这期间一不小心就会遭到象群的攻击，非常危险。据统计，直至今日，在印度每年仍有100多人被大象，这几乎是狮子和豹子的2倍。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雌性大象，几乎会攻击任何靠近它的生物。此外，单独活动的雄性大象也非常危险，这种象被称为孤象，它的性情极其不稳定，并且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所以在野外如果遭遇大象，千万不要盲目靠近，要知道被这个大家伙轻轻一踩，就能把一个人给踩成肉泥，相当可怕。第4个，野猪。一说到野猪，你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它的肉质如何，好不好吃。但当你真正亲眼看到一头巨大的成年野猪时，你可能就会反过来想它会不会吃掉你。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猎人们的眼里，遇到野猪其实比遇到老虎还要危险。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生活着一种体型非常巨大的野猪，这种野猪的体重最重可达800斤，它背部长有刚硬的鬃毛，这些鬃毛上还掺杂着凝固的松脂，非常坚硬。从远处看上去，黑乎乎的一大坨，就犹如一头黑熊一样。一旦你不小心激怒它，或者让它受到惊吓，那么它就可能毫不犹豫地向你冲过去，利用嘴里那尖锐的獠牙和强大的冲击力，狠狠地撞在我们的身上，非常凶猛。此外，野猪的食物来源虽然多数都是以植物为主，但它们是杂食动物，也会吃肉体，很有可能会被野猪吃掉。所以说，世界上的野兽并非只有狮子、老虎这类的大型猫科动物才会吃人，有些杂食动物其实也同样危险。第3个，狗。没错，就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狗。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地方，尤其是一些大城市里，养狗需要有证件吗？经常养狗的人肯定清楚，想要饲养一只狗当做宠物，必须要打很多疫苗。这些疫苗就是为了预防狗身上所携带的狂犬病毒。一听到狂犬病毒，你可能以为它距离你很遥远，但其实它很有可能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即便是到了2024年，全世界每年仍有多达 5.9 万人死于狂犬病毒。要知道，这个数量仅仅是上报过的数量。在很多国家的一些农村地区，被狗咬死或者得狂犬病死亡的人数基本上没有被统计在内。因此，这就意味着每年因狂犬病致死的人数可能远远大于5万。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狗咬伤，你知道吗？但是在我们国家，每年大约就有多达上千万人被狗咬伤，狗咬人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假如有一天这种不幸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而咬我们的那只狗恰好携带有狂犬病毒，那么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是晴天霹雳，因为狂犬病毒的致死率高达100%，一旦感染基本上必死无疑。所以此刻看到这里，我希望各位领导如果家里有宠物，请一定要定期给它打疫苗。家里没有饲养宠物的，也不要在大街上随便招猫逗狗，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请各位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宠物，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第2个，鹤鸵。鹤鸵也叫食火鸡，这种生物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热带雨林中。早在2004年，它就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这种鸟不会飞，外表看上去也并没有多可怕，但它的性情实际上相当凶猛，攻击性也很强。鹤鸵一旦被激怒，就会利用它那强劲有力的双腿狠狠地踢向入侵者。它的脚趾上长有非常锋利的爪子，这些爪子在发起攻击时可以刺穿其他动物的肚子。然后在个别国家的动物园里，这种鹤鸵被认为是动物园里最危险的动物，因为时不时就会出现攻击饲养员的事件发生。
除了鹤鸵，其实鸵鸟这类动物也具有同样的危险性，它们的攻击手段都是利用强大的腿部。要知道，非洲鸵鸟的身高最高可达 2.8 米，它的双腿力量极大，脚上一般都长有尖锐的爪子，一脚踢下去杀伤力非常强，所以无论是在野外还是在动物园里，一定要随时保持警惕，以免遭受不必要的伤害。第一个，蚊子。蚊子是距离我们最近，也是每年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全世界几乎每年都有70多万人死于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死亡。蚊子虽然并不能像大型野兽那样直接将我们咬死，但它的身上携带有很多病毒，尤其是疟疾和登革热。在非洲地区，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儿童死于这种疾病，而罪魁祸首就是蚊子。蚊子虽然体型不大，但对我们的健康威胁巨大，因此为了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到了夏季一定要做好防护。除了使用灭蚊工具，还要时刻清理蚊子的繁殖地。蚊子通常都喜欢活动在一些阴暗潮湿的地方，它们通常会将自己的幼虫产在水中，有积水的地方就有可能会有蚊子的幼虫，比如一些下水道、花盆底部有积水的花瓶、垃圾桶和杂物堆都是蚊子的繁殖环境。只有切断这些繁殖地，才能更好的预防蚊子滋生。最后祝各位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每天都有个好心情。你知道世界上最高的雕像在哪里吗？你见过历时20年耗资上百亿建造的雕像长什么样子吗？在没有见到这些巨型的雕像之前，相信很多领导都以为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就是世界上最高的雕像了，但实际上它连前10都排不上。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高的15座雕像，带各位领导一起参观一下这些直冲云霄的宏伟建筑。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5个，仰阿沙巨型雕像。你知道吗？在我们国家贵州省的建和县，有一座高达88米的巨型苗族女神雕像，它是我们国家最高的苗族雕像，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女性雕像之一。这座雕像名叫仰阿沙，它是苗族人民心中的美神。仰阿沙巨型雕像于2016年11月开工建设，到2017年4月全部完工。整座雕像采用了银色的金属材料制成，共耗资8600多万人民币。它坐落在当地的仰阿沙湖畔，从远处看上去相当震撼。第14个，灵山大佛。这座大佛位于江苏无锡，它的高度达到了88米，相当于30多层楼房的高度，比四川的乐山大佛还要高出17米。如果加上底部台阶的基座，那么它的高度就是101.5米。这座大佛于1996年开工建设，到1997年建设完成。整座大佛的佛体是由2000块、面积约为5平方米左右的铸造铜壁板拼装焊接而成。如果将这些铜壁板铺开，足足可以铺满1个半标准足球场的面积。灵山大佛的建造还运用了很多高科技，使得这尊大佛即便是在14级台风或者8级地震的侵袭下，也能够屹立不倒，非常壮观。第13个，自由女神像。自由女神像想必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是法国人送给美国人的礼物，象征着自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自由女神像在我们的印象里都是世界上非常高的人造雕塑，但实际上它的高度仅为46米，但是底座的高度就高达45米，从地面到火炬的高度为93米。整座雕像以120吨钢铁为骨架，80吨铜片为外皮，总重量高达225吨。这座雕像于1876年开始建造，到了1880年建设完成，至今它已经站在这里超过了100年。它是美国纽约市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雕塑之一。自由女神像的右手高举火炬，象征着自由的光芒，脚下踩着断裂的锁链，象征着摆脱束缚的力量。第12个，全亚洲之母和平塔。这是一座位于菲律宾的巨大雕塑，它坐落于菲律宾巴达燕省圣母朝圣中心的蒙特玛利亚山顶。它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圣母像，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总建筑面积约12000平方米的可居住雕像。从地面到头顶十字架的高度达到了98.15米，相当于33层楼的高度。它的高度超过了巴西里约的基督像和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这座雕像于2013年开始建造，到2021年建设完成。整座雕像由混凝土和钢材制成，雕像的底座内部还设有剧院、教堂以及观景台等设施。第11个，潍山千手千眼观音圣像。这座圣像位于湖南宁乡的密印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千手千眼观音像。整座圣像的高度达到了99.19米，象征着观音菩萨的出家日9月19日。这座圣像共用铜600多吨，由1440块铜镀金板焊接而成。圣像眉心处直径为25厘米的红宝石，产自澳大利亚。整座雕像的建造费用达到了2.6亿元人民币，于2009年建造完成。整个圣像共有11个头、40只手，每只手的手心都有一个眼睛，象征着各种寓意，因此被称作千手千眼观音像。
在圣像的下方还有一个3层的底座，但是这个底座的高度就达到了21.9米，从远处看上去非常壮观。第10个，九华山地藏菩萨铜像。九华山地藏菩萨铜像位于安徽省的九华山风景区，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地藏王菩萨像，也是我们国家最高的铜像之一。这座铜像的像体高度达到了84米，加上莲花座底盘的高度达到了99米。铜像手里拿的那根锡杖高达109.9米，总高度达到了139米。整座铜像采用了仿金铜制作而成，这种材料具有 18K 的黄金光泽，建成后看上去金光闪闪，色泽与黄金非常接近。这座巨型铜像于1995年开始筹建，期间耗时18年，耗资15亿元，历经多年的设计与建造，到了2013年正式开光落成。整座雕像由2390块仿金铜壁板焊接而成，整体单是黄金就使用了65公斤，铜材更是高达1168吨。在铜像的内部还分有12层，用于珍藏各种珍宝以及书画等文物的空间。铜像下方的3层底座也可以用来举办各种活动，非常壮观。第9个，仙台大观音。这是一座位于日本仙台市中心的一个巨型雕像，这座观音像的高度达到了100米，它的外部涂有白色的树脂漆，一眼看上去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感极强。这座雕像的手中握着一个宝珠，这个宝珠的直径为3米，重达34吨，另一只手里拿有一个净瓶，直径为2米，长达8米，可以装下67吨的水。它的内部还设有12层的观察窗以及一个电梯，乘坐电梯抵达12层就可以直接鸟瞰整个仙台市。不过每当到了夜晚或者比较特殊的天气时，这尊观音像就会给当地人带来些许的恐惧感，因为当晚上抬头突然看见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时，难免会给人带来一些压迫感。第8个，祖国母亲雕像。这是一座位于乌克兰基辅的巨型雕像，这座雕像高62米，加上底座在内的高度达到了102米。整座雕像由钛金属制作而成，重量达到了560吨。雕像的右手举着一把长达16米的长剑，左手拿着一面13×18米的盾牌，一眼看上去非常壮观。这座雕像是在2战过后，苏联为了纪念在卫国战争中阵亡的士兵而建造的。原本雕塑手上的盾牌正面是刻有前苏联国徽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到了2023年，盾牌上的苏联文章被移除，取而代之的则是乌克兰的国徽。第7个，炎黄2帝塑像。这座巨型雕像坐落于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南岸的向阳山上，整座雕像的高度达到了106米，共有2部分组成。上部的头胸部分高度为51米，下方的山体部分为55米，而这55米的山体就是这座雕像的身体，上半身是人形，下半身是山体，寓意着山人合一，浑然天成。整座雕像于1987年开始筹备，期间历时20年，耗资1.8亿，最终于2007年建成。雕塑中的高者为炎帝，矮一点的是黄帝，他们的眼睛和鼻子的参数都一样，眼睛的长度都是3米，鼻子的长度为8米，两张脸加在一起的面积高达1000多平方米。整座雕像单是混凝土就用了7000多立方米，钢材1500多吨，花岗岩6000多立方米，建造所使用的材料均是太行山的真石。虽然历经艰难才修建完成，但不得不说，这座雕像是一座集艺术、历史和文化于一体的现代建筑奇迹。它代表的不但是河南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中华民族的一份骄傲。第6个，南山海上观音。这座宏伟的观音像位于海南三亚南山景区的海上金刚洲上，它是世界上最高的观音像，总高度达到了108米。观音上像脚踏10米的莲花宝座，每一层莲花宝座上都有27瓣莲花，4层莲花宝座加起来共有108瓣。莲花底座的下方为金刚宝座，金刚宝座的内部设有一个面积为15000平方米的圆通宝殿。这座圣像于1999年开建，期间历经6年，耗资8亿人民币，最终于2005年建成落地。海上观音像是正观音的一体化3尊的造型，它共有3个面，每一个面都有一个观音像，并且每一面都代表着不同的寓意。另外，这座观音像是由钛合金材料建造而成，它可以抵抗14级的台风和8级的地震。第5个，牛九大佛。这是一座位于日本茨城县牛九市的一座大佛，它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一座铜制佛像，后来到了2008年之后就被我们国家的另一座大佛所超越，成为了世界上第2高的铜制佛像。日本牛九大佛的通体高度达到了120米，它的佛身为100米，底座为20米，总重量达到了4000吨。这座大佛于1985年开建，到了1993年竣工，建成之后一度成为了茨城县最高的建筑物。与大多数的巨型雕像一样，牛九大佛的内部也可以进去。与大多数佛像不同的是，这座大佛的内部现代化气息非常浓烈。当你走进牛九大佛的内部时，就仿佛置身在一个现代化的大楼里一样，除了大佛的外表，丝毫感觉不出这里是一个佛教圣地。第4个，神鹰广场雕像。
这是一座位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一座122米高的雕像，它是印度尼西亚最高的雕像。整座雕像采用了754个模块组装而成，整体的重量达到了4000吨。这座巨大的雕像其实早在1993年就开始筹划建造了，但期间出于各种原因，导致进度曾多次中断，直到2018年才建造完成。期间总共用时28年，耗资约1亿美元才完全建成。不得不说，这座雕像建成之后，无疑成为了巴厘岛最具标志性的建筑，非常壮观。第三个，蒙育瓦利佛。这是一座位于缅甸蒙育瓦镇附近的一座巨型佛像，它是世界上第3高的雕像。这座佛像的高度达到了116米，如果加上底座，那么它的高度几乎接近130米。佛像内部设有多达20多层楼的空间，那些小方块其实就是每层楼的窗户，游客可以通过电梯登上佛像的最高处，通过窗户鸟瞰周围的景色。它于1996年开始建造，到了2008年才完工。之所以会耗时这么长时间，是因为这座巨大的佛像的建造资金完全是靠当地的居民捐款筹集的。在这座巨型佛像的旁边，还有一座长达101米的巨型卧佛像，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卧佛像。这两座佛像是缅甸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慕名前去。第二个，中原大佛。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的佛像，没有之一。中原大佛位于河南省鲁山县的佛泉寺，这座佛像的总高度达到了惊人的208米，这几乎相当于70多层楼房的高度。其中佛像的高度为108米，莲花底座的高度为20米，金刚座为25米，须弥座的高度为55米，全部加起来的总高度为208米。这座大佛于2022年开始建造，期间历时5年，斥资2.8亿人民币，到了2007年建造完成。整座大佛单是铜材就用掉了3000多吨，黄金高达108公斤。它坐落于海拔1000多米的山峰之上，俯瞰着大地，一眼望去，整座大佛庄严祥和，气势宏大，非常壮观。第一个，团结雕像。世界上最高的雕像位于印度的一座小岛上，这座雕像名为团结雕像，它的高度为182米，加上底座的总高度达到了240米，其中58米是基座的高度。这座雕像是为了纪念印度独立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帕特尔建造的。雕像的内部也设有电梯，人们可以通过电梯到达顶部，站在雕像的双眼处就可以俯瞰周围的景色。团结雕像于2013年开始筹备建造，到了2018年完工，期间单是参与建造的工程师就有250名，建筑工人更是高达3000多名。雕像的建造共使用了21万立方米的混凝土、6500吨的结构钢和18500吨的钢筋，外加1700多吨的青铜板以及各种金属材料，期间共计耗资接近300亿卢比才将其建造完成，非常壮观。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在哪里吗？你知道全国人口只有几百人但却无人敢惹的小国家是谁吗？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有很多，有的国家幅员辽阔，但有些国家的面积却仅有几平方公里。这些国家虽然面积不大，但却有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魅力。最小的一个，全国人口加起来只有几百人，虽然地方不大，但他们的人均收入却是很多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据说随随便便当个保安，月收入都能高达10万。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世界上面积最小的10个国家。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马耳他。马耳他是一个位于地中海中心的岛国，它由5个岛屿组成，总面积为316平方公里，全国加起来的人口仅为51.6万。但就是这么一个面积还没有我们一个县大的地方，却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早在2019年，这里的人均 GDP 就达到了34366美元，折合成人民币接近23万，这几乎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这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都是依靠服务业和金融业，旅游业是这里的主要外汇来源。马耳他的人口虽然只有50多万，但是每年都会有上百万人来这里旅游。这里环境优美，年平均气温为21.3度，即便是到了冬季，这里的温度也不会低于0下，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所以每年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很多游客前来游玩。这些游客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马耳他的经济。除此之外，由于马耳他的地理位置处于非洲大陆与欧洲的中心，所以这里也是欧非贸易的重要中转站。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可以享受到免费的教育、免费的医疗以及退休保险等福利。这里面积虽然不大，但居民幸福指数却一点也不次于欧洲的其他国家。第9个，马尔代夫。马尔代夫相信很多人都比较熟悉，它是位于印度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
马尔代夫位于斯里兰卡和印度的西南部，距离亚洲大陆约为750公里。整个国家由26个环礁和1192个珊瑚岛组成，陆地面积仅为298平方公里。这里是亚洲最小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国家。整个马尔代夫的平均海拔仅为 1.2 米。这里的气候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温暖湿润。它的主要经济支柱是渔业和旅游业。马尔代夫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里的人口仅为10万左右，经济条件也非常落后，当地的居民主要依赖渔业为生。当时这里是世界上20个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后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马尔代夫便凭借自身独特的自然风光，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并且发展十分迅速。美丽的自然景观每年都会吸引上百万名游客前去光顾，逐渐的旅游业就成为了马尔代夫的第一大经济支柱。之前靠捕鱼为生的居民也都逐渐的富裕了起来，人口也从70年代之前的10万人增加至如今的50多万。但这并不能让这里的人永远高枕无忧，因为马尔代夫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并不是经济，而是海平面上升。近些年来，随着一系列的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如果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下去，作为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国家，马尔代夫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会面临淹没的风险。第8个，圣基斯和尼维斯。这是一个位于加勒比海的岛国，整个国家由2个岛屿组成，分别是圣基斯岛和尼维斯岛。2座岛屿的名字加起来就是这个国家的名字。它是西半球最小的主权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小的联邦。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仅为267平方千米，总人口为 5.9 万人。1493年，哥伦布在他第2次航海中到达了圣基斯岛之后，这里便成为了欧洲人的殖民地。到了1983年，这2座岛屿才正式独立，成为圣基斯和尼维斯国。这个国家的人口主要以黑人为主，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于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另外还有这里的护照，你可能很难相信，这样的一个小型岛国的护照竟然可以免签136个国家和地区。第7个，马绍尔群岛。这是一个位于中太平洋的岛屿国家，它由29个环礁岛群和5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仅为 181.3 平方千米。这里有着美丽的海滩、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生物，但是看上去就让人心旷神怡。但在美丽的背后，这里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岛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马绍尔群岛曾经遭受过多达60多次的核试验，核爆带来的辐射导致马绍尔群岛全境几乎都受到了核污染，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当地人的生命健康。至今为止，部分岛屿上的放射性物质可能仍超出国际安全标准。出于核爆所带来的影响，导致马绍尔群岛上的居民也在长时间的面临癌症、流产、畸形等疾病的困扰。这个国家原本也可以像马尔代夫那样成为一个旅游胜地，但由于其中的一些岛礁可能仍有很多放射性物质没有降解，所以并不适合接待游客。至今为止，这里的经济依然非常落后，财政预算的 60% 以上都是依靠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捐助，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主要靠农业为生。第6个，列支敦士登。这是一个位于奥地利和瑞士之间的微型国家，列支敦士登的西部和南部与瑞士接壤，东部和北部与奥地利接壤。它是欧洲第4小的国家，国土面积仅为160平方公里。截止到2022年12月，这里的人口仅为39680人。这里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之前大多数人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后来逐步的发展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它的国土面积虽然还不及我们国家的一个县大，但经济却非常发达。早在2009年，这里的人均收入就达到了1391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100万，在当时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国家。毫不夸张的说，这里的居民几乎个个都是百万富翁。再有就是由于国土面积太小，所以早在1868年，这个国家就废除了军队，只保留了几十名警察在维护这里的秩序。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里的犯罪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警察去管理治安问题。第5个，圣马力诺。这是一个位于欧洲南部的内陆国家，整个国家都被意大利完全包围，是一个典型的国中之国。它的国土面积仅为 61.16 平方千米，大小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镇。截止到2023年6月，圣马力诺的人口仅为33869人。与以上的那些休整国家一样，圣马力诺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它的人均 GDP 和生活水平与意大利相当。整个国家的经济支柱主要依靠中小型企业和旅游业。另外就是整个圣马力诺都没有建设铁路、机场和港口，也没有高速公路，这里的交通工具主要就是汽车。
它的汽车拥有率位居世界第3，是少数几个汽车数量超过人口的国家之一。早在2002年，圣马力诺的汽车注册量就达到了惊人的45179辆。要知道，这里全国加起来人口才3万多人，而汽车就高达4万多辆。另外就是这里的全体公民都享受免费的医疗，但美中不足的是，截止到2013年，圣马力诺全国上下仅有1所医院、3个医疗中心和17个诊所以及6所药房。再有就是这个国家的元首是由2名执政官共同担任，一次任期为6个月，也就是说半年就需要进行一次选举，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任何一方滥用权力，想得非常周到。第4个，图瓦卢。图瓦卢是一个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这个国家由9个环形珊瑚岛群组成，它远离大陆，四面环海，孤独地坐落在太平洋的深处。整个图瓦卢的陆地面积仅有26平方公里，它的大小也就相当于我们4-5个农村的面积。截止到2021年，图瓦卢的人口仅为 1.1 万。这个国家并没有以上的那些小型国家幸运，图瓦卢的自然资源匮乏，土地贫瘠，农业落后，并且几乎没有任何的工业。这里的人们主要依靠捕鱼和种植椰子、香蕉、芋头等植物谋生。截止到2022年，这里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000万美元。1986年10月，图瓦卢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除此之外，贫穷还不是图瓦卢最大的问题，更让当地人担忧的就是海平面上升。从1993年至2017年，图瓦卢的海平面共上升了 9.18 厘米。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持续下去，50年之后，图瓦卢的海平面将会上升 37.6 厘米。这就意味着这个陆地面积仅为26平方公里的国家，至少会有 60% 的陆地被海水淹没。在不久的将来，整个国家都有可能完全沉没在大海中。这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国比国没法活。庆幸你我都生在大中国。第3个，瑙鲁。这里是世界上第3小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小的联合国成员国。它位于中太平洋，由一座孤立的珊瑚岛构成，全岛长6公里，宽4公里，陆地面积仅为21平方公里。但就是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到其他国家的占领，目的就是为了抢占岛上的磷酸盐矿。由于瑙鲁这个国家地处中太平洋，它距离大陆的距离相对较远，所以每当大量的海鸟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都会在这座岛上落脚休息。久而久之，岛上就留下了很多鸟粪。这些鸟粪经过数万年的时间，在赤道的高温环境下发生反应，从而形成了各种含磷的岩石。而这些含磷的岩石就是磷酸盐矿，这种物质是制作化肥的重要原料。而瑙鲁这座小岛的磷酸盐矿储量高达1亿吨以上，并且品质还非常高。自19世纪开始，向外出口磷酸盐矿就成为了瑙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到了1981年，这里的 GDP 达到了顶峰，一度成为了太平洋里最富裕的岛国。但是资源总有耗尽的一天，由于过度开采，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里的盐矿产量便开始逐步下降，经济也开始下滑。原本他们拥有非常肥沃的土地，但由于过度开采，导致 90% 的耕地流失。到了今天，瑙鲁所有的食物都必须依靠进口，因为他们的土地可能再也种不出粮食了。第2个，摩纳哥。摩纳哥位于法国地中海沿岸，它的面积仅为 2.02 平方公里，大小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村。但就是这么一小块地方，人口却达到了39000多人，并且他们的人均 GDP 高达23万美元，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摩纳哥凭借特殊的经济政策，吸引了很多富裕的移民和商人。生活在这里的人大多数都是世界各地的富豪，走在摩纳哥的大街上，可谓是遍地豪车，就连出租车都是奔驰的 S 级。除此之外，这里的房价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由于生活在这里的人都非常有钱，但是摩纳哥的土地面积非常有限，所以就导致摩纳哥的房子变得非常昂贵。据说这里的房价最低也高达 6.3 万美元一平米，折合成人民币约为40万。你如果想要在这里购买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大概需要4000万人民币。而且这种价格只是普通房子的价格，如果地段好一点的房子，价格可能是以上的几十倍甚至更高。导致房价这么高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地少人多，并且这些人还非常有钱。据估计，摩纳哥的人民中大约1/3都是百万富翁，每20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身价超过了上千万美元。据说在这里随随便便当个保安，每个月也有好几万的收入。第1个，梵蒂冈。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它的国土面积仅为 0.44 平方千米，大小相当于61个足球场的面积。这个国家位于意大利罗马城西北角的高地上，截止到2023年的6月份，梵蒂冈的常住人口仅为618人。这里的最高领袖是天主教的教皇，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就位于梵蒂冈境内。这座教堂于1506年开始修建，用时长达100多年建成，其占地23000平方米，可容纳超过6万人，是著名的天主教朝圣地点之一。而梵蒂冈的经济来源就是依靠世界各地的信徒捐赠以及旅游业。这个国家的人口虽然只有几百人，但是每年
年来这里的游客数量却高达500多万。另外就是虽然梵蒂冈的国土面积仅为0.44平方公里，也没有自己的军队，但在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敢侵略它。主要原因就是梵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领导中心，在全世界范围内有10几亿的天主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1/6，其中西方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是教徒。如果有人敢攻打梵蒂冈，可能会招惹到很多人，所以梵蒂冈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实力却不容小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